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让我心碎的故事，也是我10几年相亲工作中遇到的最让人唏嘘的案例之一。故事的标题是嫁去台湾就别认我这个妈。陆妈怒摔全家福，8年后却在女儿家门口跪了3天3夜，真相让人心碎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故事的主人公小兰。小兰是重庆大山里出来的姑娘，今年28岁，五官精致，但身材偏矮小，也就1.55米左右。小兰的人生并不容易，她10岁那年，父亲在一次工地意外中不幸去世，留下她和弟弟跟着妈妈相依为命。小兰妈妈是个要强的女人，丈夫去世后，她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，靠着做小生意和打零工把2个孩子养大。小兰初中毕业后，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，也为了供弟弟上学，毅然选择了外出打工。这些年，小兰先后做过服装厂女工、餐厅服务员，还当过美甲店学徒。日子虽然辛苦，但她从不抱怨。我妈一个人把我和弟弟拉扯大，太不容易了。小兰第一次来找我做婚配顾问时，眼睛里闪着泪光对我说，我只希望能找个家在附近的婆家，这样以后我可以照顾妈妈，妈妈也能帮我带带孩子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当时我心里暗暗为小兰点赞，现在像她这样孝顺的姑娘不多了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小兰的爱情故事却与她的期望大相径庭。那是2016年的春天，小兰在美甲店工作时，认识了一位来重庆出差的台湾客人阿伟。阿伟是台中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，比小兰大6岁，人长得帅气，谈吐不俗，还特别会哄女孩子开心。丽姐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体贴的男人。小兰兴奋地告诉我，她说我的手很巧，眼睛很有神。她特意等我下班后请我吃饭，还带我去看了电影。阿伟对小兰的猛烈追求让她措手不及，他每次来重庆出差，都会提前给小兰打电话，约她出去玩。渐渐的，小兰被阿伟的温柔和体贴打动了。仅仅3个月后，阿伟就向小兰求婚了。丽姐，你说我该答应吗？小兰犹豫地问我，我喜欢他，但台湾那么远，我妈会同意吗？我当时提醒她，小兰啊，两岸婚姻不是小事，你们相处的时间还太短了，而且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文同种，但生活习惯和观念还是有差异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一直想找个离家近的婆家吗？小兰点点头，但眼里满是犹豫。我知道，可是阿伟对我真的很好。他说台湾生活条件好，还说可以帮我申请去台湾的工作签证，等结婚后办好身份，我就能接妈妈过去住。我不得不给小兰泼点冷水。你认识阿伟才多久？3个月。你真的了解他吗？了解他的家庭吗？台湾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。结果小兰还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决定答应阿伟的求婚。我还记得她当时信誓旦旦地说，丽姐，我相信阿伟。他连台湾房子的照片都给我看了，还说他家里人都很期待见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年轻人谈恋爱，尤其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，谁的劝告都听不进去。我只能叮嘱他，既然决定了，就带阿伟回家见见你妈妈，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吧。小兰点点头，满口答应，但我从她闪烁的眼神中看出，她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。果不其然，小兰妈妈听说女儿要嫁到台湾去，当场就炸锅了。什么？嫁到台湾去？你疯了吧？小兰妈妈声音都变了。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出了事找谁啊？小兰试图解释，妈，台湾不是外国，也是说中文的。阿伟人很好，他家条件也不错。不行，坚决不行。小兰妈妈态度坚决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不是让你跑那么远的地方找罪受的。你以为台湾是什么好地方？那边人看不起我们大陆人。这场争吵最终以小兰摔门而出告终。之后的几个月，小兰几乎不怎么回家，而是忙着和阿伟准备2人的婚事。终于，在一个雨天，小兰拖着行李箱来到妈妈家，说是来告别的。妈，我和阿伟下周就要去台湾了，我来跟您道个别。小兰站在门口，神情复杂。小兰妈妈一听就急了，你真的要去？妈求你了，别去。我决定了，妈。小兰态度坚决，我已经和阿伟登记结婚了，他对我很好，我相信我们会幸福的。小兰妈妈听到这话，像是被雷劈中一般，她跌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接着，
他突然站起身，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全家福照片，就是小兰爸爸生前一家人拍的那张，当着小兰的面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啪的一声，照片框碎了，玻璃渣散了一地。既然你选择了那个男人，选择了台湾，那就别再认我这个妈。小兰妈妈咬牙切齿地说，你走吧，从今往后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小兰愣在那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她蹲下身，想捡起那张照片，却被妈妈打开了手。走，你不是要去台湾吗？快走啊！小兰妈妈歇斯底里地喊道。就这样，小兰带着满心的委屈和不舍，离开了生活了20多年的家乡，跟着阿伟去了台湾。刚到台湾的日子，小兰确实像做梦一样，台北的繁华程度远超她的想象。干净的街道，有序的交通，还有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场和夜市。阿伟带他去了很多地方，让他见识了台湾的美食和风景。台湾真的很发达啊，街上到处都是高档商场，大家穿着打扮都很时尚。小兰给我发微信说，妈妈说台湾很穷，那是以前的事了吧？我当时提醒她，台湾确实发展的不错，但发达不等于你就能过得好。重要的是你和阿伟的生活，还有他的家人对你的态度。小兰信心满满，阿伟说下周就带我去见他父母，他说他们都很期待见我呢，但现实往往不似预期。阿伟的父母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，但小兰还是感受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疏远，尤其是阿伟的妈妈，总是用一种打量的眼光看他，让他浑身不自在。丽姐，阿伟妈妈问我家里是做什么的，我说我妈妈是做小生意的，她就一直哦啊哦的，好像很失望似的。小兰委屈地告诉我，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虽然现在两岸交流频繁，但还是有不少台湾人对大陆存在刻板印象，尤其是对小城市或农村出身的大陆女孩，她们可能觉得大陆姑娘是冲着台湾的生活条件才嫁过去的。你别太在意，慢慢相处，用你的真诚打动他们。我只能这样安慰她，可是问题远不止于此。小兰逐渐发现阿伟在家里的表现和在重庆时判若两人，在父母面前，他不再是那个体贴温柔的男友，而是一个听话的乖儿子，什么事都要听父母的，连买件衣服都要妈妈点头才行。丽姐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了。小兰疑惑地问我，在重庆的时候，他明明那么独立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叹了口气，小兰，这就是文化差异啊。台湾社会虽然现代化，但在家庭观念上，很多人还是很传统的，特别是对父母的孝顺方面。阿伟在外面可以是独立的经理，但回到家，他首先是儿子，然后才是丈夫。小兰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但我知道，这只是他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问题越来越多。阿伟让小兰辞掉了在美甲店的工作，承诺会养她，但却不给她太多生活费。小兰想去找工作，却发现自己的学历和技能在台湾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。丽姐，我想开个小店做美甲，但阿伟说现在不是时候，让我先好好学台湾的生活习惯和说话方式。小兰无奈地说，我听出了她话中的无助。小兰，你必须尽快适应那里的生活，学会他们的方言和习惯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，不能完全依赖阿伟。小兰苦笑，我知道，但阿伟管得很严，说我刚来不懂规矩，出去会被骗。这时，我隐约感觉事情不对劲，阿伟的行为明显有控制欲过强的倾向，但我没想到情况会进一步恶化。半年后，阿伟的态度开始明显变化，他经常加班，回家后也不怎么和小兰说话，有时甚至对她冷嘲热讽。你们大陆人就是这样，什么都不懂，还爱装懂。这是阿伟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小兰被这样的言语伤透了心，她想回重庆看看妈妈，但阿伟拒绝了，理由是钱不够。你妈妈不是不认你了吗？还惦记她做什么？阿伟冷冷地说。小兰流着泪告诉我这些时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忍不住问她，小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实在过不下去，就回来？回去？回哪去？小兰苦笑，妈妈已经不认我了，我回去了，脸往哪儿搁？再说，我已经是阿伟的妻子了，我得对这段婚姻负责。我听出了他话中的坚持和无奈。小兰虽然出身农村，没什么文化，但她有自己的骨气和责任感。她认定了的事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
然而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和小兰作对。就在他努力适应台湾生活的时候，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。他发现阿伟出轨了。丽姐，我在他手机里看到了和一个女人的暧昧对话。小兰哭着告诉我，我问他，他竟然承认了，说那是他以前的女朋友，一直没断联系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担心地问。我不知道，丽姐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小兰的声音充满了绝望。我现在人生地不熟，没工作，没朋友，连家都回不去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。这个朴实的姑娘，本来可以在家乡找个老实人，过平凡但幸福的生活，却因为一时冲动，跌入了如此境地。小兰，不管怎样，你首先要坚强。我尽力给她勇气。其次，你要开始为自己做打算，去学习，去找工作，积累自己的资源和人脉，不要把命运完全交到阿伟手里。小兰似乎被我的话点醒了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她开始悄悄地存钱，同时报名参加了一些职业培训课程。她没有直接和阿伟摊牌，而是静静地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。丽姐，我找到一份在咖啡店的工作了。有一天，小兰兴奋地告诉我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我可以慢慢攒钱了。我为她感到高兴，但也担心阿伟会阻止她。果然，阿伟知道后大发雷霆。你背着我去找工作，你是不是想离开我？阿伟质问道。小兰难得的坚决，我只是想有自己的收入，不想总是问你要钱。阿伟冷笑，是啊，你们大陆女孩子不就是这样？刚开始装的可怜兮兮，一有机会就露出真面目。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小兰。她突然意识到，在阿伟心里，她可能从来就不是平等的伴侣，而只是一个来自大陆的被他提携的女孩。从那天起，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。阿伟开始毫不掩饰地和前女友约会，有时甚至当着小兰的面接电话。小兰忍着屈辱，继续在咖啡店工作，一边存钱，一边思考未来的路。人生的转折往往来得猝不及防。就在小兰准备和阿伟摊牌的前一天，她接到了一个来自重庆的电话，她的弟弟打来的。姐，妈妈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弟弟哽咽着说，医生说可能不行了，妈妈一直喊着你的名字，你能回来看看她吗？小兰顿时崩溃了，她跪在地上失声痛哭。她想起了妈妈这些年的辛苦，想起了那天妈妈摔碎的全家福，想起了妈妈说的别再认我这个妈的绝情话。她后悔了，深深的后悔了。她后悔当初没有听妈妈的话，后悔轻信了阿伟的甜言蜜语，后悔抛下相依为命的亲人，来到这个让她感到孤独和陌生的地方。小兰立即联系阿伟，告诉他这个消息，希望他能帮他买张机票回重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钱不够。阿伟冷酷地说，再说，你妈妈不是不认你了吗？你急什么？小兰彻底绝望了。她没想到阿伟在这种时候还如此无情，她决定用自己攒的钱买机票，可是查了一下，发现自己的积蓄还不够。此时此刻，我真希望自己能飞到台湾，把小兰接回来。可是作为一个相亲红娘，我能做的只有给她一些安慰和建议。小兰，你试着向朋友借钱，或者问问你弟弟能不能先垫付机票钱。我焦急地说，实在不行，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些在台湾的朋友。小兰哭着说，丽姐，谢谢你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幸运的是，咖啡店的老板娘听说了小兰的遭遇，不仅垫付了她的机票钱，还帮她联系了一个台湾的公益组织，专门帮助像小兰这样的大陆配偶。就这样，小兰匆忙收拾行李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她没有和阿伟道别，只给他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我要回家看妈妈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。谢谢你这几年的照顾。当小兰踏上回家的飞机时，心情复杂的难以形容。8年前，她满怀憧憬地离开重庆，如今却带着满身疲惫和委屈回来。丽姐，我在飞机上一直哭。小兰后来告诉我，我想到妈妈可能会撒手人寰，我却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我恨自己当初那么固执。飞机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，小兰的弟弟小强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，兄妹相见，抱头痛哭。姐，你瘦了好多。小强心疼地说，这些年你在台湾过得好吗？小兰摇摇头，不想多说。她现在只关心一件事，妈妈怎么样了？还在医院吗？还在。医生说再撑几天应该没问题。小强擦了擦眼泪，
姐，这几年妈妈一直很想你，只是她太要强，不肯主动联系你。小兰听了，心如刀绞，她急忙和弟弟赶往医院。一路上，她不停地自责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该听妈妈的话。阿伟根本就不是真心爱我，他只是需要一个听话的，能帮他打理家务的女人。小兰痛苦地说，当他们到达医院病房时，看到的是一个消瘦的几乎认不出来的老人。小兰妈妈因为肺癌晚期，已经骨瘦如柴，脸色蜡黄，躺在病床上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妈！小兰扑到床边，紧紧握住妈妈的手，泪如雨下。妈，我回来了，我是小兰啊。小兰妈妈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看了看小兰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但很快又暗淡下来。她微弱地开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嫁到台湾去了吗？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听您的话。小兰哭着说，您好好养病，等你好了，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小兰妈妈虚弱地笑了笑，抬手想摸摸女儿的脸，却因为太过虚弱而做不到。小兰赶紧抓住妈妈的手，贴在自己脸上。傻孩子，你在台湾过得好吗？小兰妈妈断断续续地问。小兰强忍泪水，点点头，挺好的，妈，您别担心我。虽然小兰说自己过得好，但小兰妈妈是过来人，从女儿憔悴的面容和暗淡的眼神中，她看出了真相。她想说点什么，却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妈，您先休息，我去给您打点热水来。小兰擦干眼泪，转身去了卫生间。小强跟过来，小声地告诉她，姐，妈妈的癌症已经扩散了，医生说最多还能撑1个月。这半年来，她一直在念叨你，说后悔当初对你那么狠心。小兰听了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蹲在地上失声痛哭。她没想到自己和妈妈之间竟然只剩下这么短暂的相处时间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兰寸步不离地守在妈妈身边，细心照顾。她给妈妈洗脸、喂饭、按摩，晚上就睡在病床旁边的陪护椅上。她想把这8年来没能尽到的孝心，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补回来。小兰妈妈的状况时好时坏，有一天，她突然精神好了许多，能坐起来和小兰说话了。兰兰，妈妈想问你一个事。小兰妈妈认真地看着女儿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在台湾是不是受苦了？小兰本想继续隐瞒，但看着妈妈期盼的眼神，她终于决定说实话。妈，我一开始确实被台湾的繁华迷住了，以为自己找到了幸福。小兰缓缓道来，但后来才发现，阿伟并不真心爱我，他的家人也看不起我们大陆人。我这几年很不容易，但我不想让您和弟弟担心，所以一直没说。小兰妈妈听了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她虚弱地抓住小兰的手，傻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妈妈当初不该那么固执，不该和你闹翻。如果我早点原谅你，或许你就不用在台湾吃那么多苦了。妈，别这么说。小兰擦干妈妈的泪水，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怪您。兰兰，答应妈一件事。小兰妈妈严肃地说，等我走了，你不要再回台湾了，在那边你没有亲人，受了委屈，没人帮你出头，留在重庆和你弟弟互相照应，好吗？小兰点点头，妈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再回去了。我已经和阿伟没有感情了，这次回来就是想和他彻底断了。小兰妈妈似乎放下了一块心事，微笑着闭上了眼睛。好，妈妈就放心了。就这样，小兰日夜守护在妈妈身边，直到有一天，弟弟打来电话，说阿伟来了重庆，正在他们家门口等着。什么？阿伟来了？小兰震惊不已，他来干什么？小强焦急地说，不知道，他说要见你，非要等到你出现为止。小兰犹豫了，她不想见阿伟，但又担心他会闹出什么事来，影响妈妈的修养。小强，你先应付着，就说我在医院陪妈妈，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小兰最后决定，谁知道阿伟竟然在他们家门口跪了下来。你姐不出来见我，我就一直跪在这里。阿伟对小强说，我知道我做错了事，我想向他道歉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这一跪就是3天3夜。小兰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她以为这样就能感动我吗？当初她对我冷嘲热讽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但小强却有不同的看法。姐，我觉得他是真心悔过了。这3天他寸步不离，风吹日晒的，连口水都没喝一口。小兰不为所动，那是他自找的。我现在只想陪妈妈，没空理他。
就在阿伟跪到第3天的晚上，医院传来噩耗，小兰妈妈的情况急转直下，医生说可能挺不过今晚了。小兰崩溃了，她没想到妈妈会走得这么快，她紧紧握住妈妈的手，泪流满面。妈，您再坚持一下，不要丢下我和小强啊！小兰妈妈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微弱地握了握小兰的手，眼中满是不舍和牵挂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被推开了，阿伟满脸憔悴地站在门口。你来干什么？小兰厉声问道。阿伟没有回答，直接走到病床前，对着小兰妈妈深深鞠了一躬。妈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对不起小兰，也对不起您。这次我来是想亲口向您道歉，请您原谅我。小兰妈妈看着阿伟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她虚弱地抬起手，示意阿伟靠近。你能不能好好对待小兰？小兰妈妈断断续续地问。阿伟跪在床前，泪流满面。我保证，从今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，用一生来补偿她。小兰妈妈闻言，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将小兰的手放在阿伟手上。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像是一种托付，也是一种原谅。妈，小兰哭喊着，您别这样，我不会原谅她的。小兰妈妈微弱地摇摇头，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，兰兰，人人总要向前看，妈妈不想你一个人孤零零地说完这句话。小兰妈妈闭上了眼睛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小兰痛不欲生，抱着妈妈的遗体失声痛哭。阿伟站在一旁，静静地流泪，不敢上前打扰。母亲的葬礼上，小兰全程恍惚，仿佛灵魂出窍一般。她无法接受妈妈已经离世的事实，更无法面对阿伟的突然出现。葬礼结束后，阿伟找到小兰，希望能和她好好谈谈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我，但请给我10分钟时间，我有些话必须对你说。阿伟恳求道。小兰心如死灰，无力反抗，只能默默点头。这几年我对你很差，我知道。阿伟坐在小兰对面，诚恳地说，我被家人的偏见影响，开始对你产生怀疑，觉得你嫁给我只是为了台湾的生活条件，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。小兰反驳道，我知道，我现在明白了。阿伟痛苦地说，当你离开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爱你。我去找了咖啡店的老板娘，她告诉我你这些年的遭遇，我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。阿伟接着说，他这次来不仅是为了道歉，还带来了一个决定。我已经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，打算留在重庆发展。如果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重新开始，好好照顾你和小强。小兰惊讶地看着阿伟，你要留在重庆，那你父母怎么办？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。阿伟坚定地说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干涉我们的生活。阿伟的决心让小兰动摇了。他想起了妈妈临终前的托付，心中的坚冰开始融化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小兰最终说，我会等你，不管多久。阿伟认真地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伟在重庆租了一套小公寓，开始寻找工作。他经常来看望小兰和小强，帮他们料理家务，仿佛要弥补这些年的亏欠。小兰渐渐发现，阿伟似乎真的变了。他不再是那个自私冷漠的人，而是变得体贴耐心，就像他们刚认识时那样。半年后，在一个宁静的夜晚，小兰终于做出了决定。她告诉阿伟，愿意重新开始，但有一个条件，我们就留在重庆，不再回台湾。我要照顾弟弟，也要经常去看妈妈。阿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们就留在这里。两人重新开始了生活。阿伟在重庆找到了一份电子公司的工作，虽然薪水不如在台湾，但他从未抱怨。小兰开了一家小小的美甲店，生意逐渐红火起来。小强在他们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学业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3年后，小兰和阿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他们给她取名叫团圆，寓意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。每逢清明节，他们都会带着团圆去给小兰妈妈扫墓。站在墓前，小兰总会想起妈妈临终前的那个眼神，充满了原谅和祝福。丽姐，您知道吗？小兰在一次聚会上对我说，我现在终于明白妈妈当初为什么那么反对我嫁到台湾去了。她不是歧视台湾，而是担心我在那边受苦，没人照应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母亲的爱有时候表现得很强硬，但都是为了孩子好。如果不是妈妈的那一跪，也许我和阿伟不会走到今天。小兰感慨道，有时候我在想，
妈妈是不是早就原谅我了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？我拍拍她的肩膀，肯定是的，母爱就是这样，即使生气、失望，但永远不会真正放弃自己的孩子。小兰微笑着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丽姐，谢谢您当年的劝告，虽然我没听，但您的话一直在我心里。现在我和阿伟都成熟了，懂得珍惜彼此了。是啊，爱情和亲情都需要用心去经营。小兰和阿伟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有时候我们需要走一些弯路，经历一些痛苦，才能真正懂得珍惜眼前人。